婆婆瘫痪在床，我任劳任怨，悉心照顾。丈夫却在跟小野花甜蜜约会，什么事都甩给我做。婆婆不领情，丈夫没良心，我不哭不闹，果断离婚。丈夫悔不当初，求我别走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妈，快趁热喝了。起了一大早，给婆婆熬了鸡汤，我盛出来端给她。婆婆嫌弃地瞥了一眼，耷拉着脸：“你这没眼力见的蠢货，这么烫我能下嘴吗？”我舀起一勺汤，吹了半天，喂到她嘴边：“做的什么东西？你成心想难喝死我是不是？”刚尝了一口，她就立马吐出来，被子染上一大块油渍。我连忙拿纸去擦，不小心按到了婆婆的腿。“你要痛死我呀！给我滚开！”婆婆用力推我一把，手里端着的碗没拿稳，滚烫的鸡汤溅了我一身，手臂红彤彤一片，火辣辣的痛。婆婆下半身瘫痪，下不了床，腿脚早就没了知觉。按理说是不会痛的，我知道她是在故意发脾气。自从她瘫痪后，情绪就很不稳定。我耐心拿纸给她擦嘴，把脏被子抱走，换了床新被子。婆婆瞪着我，按住了我的手：“你又想图省事，放洗衣机里是吧？电费不要钱呐，油的你这么浪费，你给我手洗去。”“妈，洗衣机费不了多少电的。”我小声解释，一巴掌重重落在我脸上。死女人还跟我顶嘴，叫你手洗就去手洗，哪来的这么多话？看我不说话，婆婆拿起一旁的玻璃杯扔过来，在我头顶砸得粉碎。“还不快去！站在这里碍眼！”“知道了妈，我这就去。”我抱着被子逃也似的跑了出去。被子非常厚重，吸水之后更加膨胀。要是上面的油渍没洗掉，婆婆看见又是一通骂。我用力搓着那块污渍，手臂上的烫伤见了高温愈加疼痛起来，一会还得给她擦脸。我痛得龇牙咧嘴，手下动作却不敢停，费了半天功夫，终于洗好了，放到洗衣机里脱水。洗衣机开始运作，发出轰隆隆的声音。我有些害怕，但又一刻不敢耽搁，忙不迭拿盆子放了温水端去婆婆房间。婆婆半睁着眼，脸色阴沉：“你用洗衣机了吧？别以为我没过去就不知道。老婆子，我走不了，大耳朵可好得很。”我扯起嘴角笑得牵强：“我是手洗的吗？洗衣机只是脱水而已，我力气不大，怕拧不干，到时候你睡着会感冒的。”婆婆翻了个白眼，我把她架起来，靠坐在床上，拧了拧毛巾，轻轻给她擦脸。她闭着眼，头发已经花白了，脸上爬满了皱纹，但容颜还是能看得出跟我丈夫很相像。刚结婚的时候，丈夫每天都抱怨头痛，我给他找遍了药方，每天雷打不动熬给他喝。医生说要注意饮食，我换着花样给他做健康餐，但还是不见什么成效。后来听说按摩有用，我特意找人学了治疗头痛的按摩手法，每天坚持给他按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终于有了效果。那时他也是这么闭着眼任我动作，按完之后深情地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老婆，有你真是我的福气。”过去了这么多年，现在这么亲昵的举动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过了。人人都说爱情是总有一天会退却的，看来确实如此。我有些出神，手下没太把握分寸，指甲不小心刮到了婆婆的脸。婆婆掀起眼皮，扯着我的头发往水盆里按去。“该死的，你这死东西，手上没轻没重的，还要我教教你怎么洗脸吗？”我呛了水，喝了好几口到肚子里，眼睛也模糊的睁不开。婆婆按住我头的手没有松开的意思，我掰开她的手，跌坐到地上，咳了半天才恢复神智。
头发还在往下滴着水珠，拍了拍胸膛，顺了口气，勉强找到自己的声音：“我刚才不是故意的，妈，对不起。”婆婆哼了一声：“管你是不是故意的，不中用的东西，滚出去！”我洗了个头，拿来吹风机吹着头发。我们家是两室一厅，丈夫徐坤鹏说养不起孩子，早早让我做了丁克。一开始我是反对的，但想到房贷都没还完，生孩子也是让他来受苦，只好妥协。家里没有孩子，未免显得冷清。后来丈夫说，为了给我作伴，把婆婆从乡下接过来一起住。那天我照常在公司上班，突然接到徐坤鹏的电话，说婆婆在家里晕倒了。我赶紧请假回家，看见婆婆倒地不起，口吐白沫，没了意识。我们立马叫来救护车送了医院。医生诊断说婆婆下半身瘫痪了，以后都要在床上度过。陈坤鹏脸色铁青，指责我：“你是怎么照顾妈的？都把她照顾到医院里来了，要是再来晚一点，我妈就没了。”我万分自责，没想到好好的会突然发生这种事。婆婆生活不能自理，需要人照顾。我向丈夫提议请个护工，但丈夫坚决反对。请什么护工？你辞职照顾妈不就得了？其他人我不放心。想到工作，我有些犹豫。我们找个靠谱的护工，多花点钱就是了，不会出事的。你说的好听，还多花点钱？钱是大风刮来的，还是天上掉下来的？就你那点钱，本来也不够什么，还不是要靠我？你不辞职，难道我辞职？我们一家都去喝西北风吗？我哑口无言。从此照顾婆婆的重任都落在了我一人头上。自从婆婆瘫痪后，脾气就变得喜怒无常，一天比一天暴躁。有天把我刚做的饭全都倒在了地上，还指着我的鼻子骂个不停。我委屈不已，忍不住朝陈坤鹏抱怨，却换来他的冷漠以对。我妈本来就难受，你忍忍又怎么了？这么没有度量。我每天工作已经很累了，回来还要听你抱怨个不停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体谅人？我都已经答应辞职照顾她了，你还要我怎么体谅？我还能怎么办？那是我亲妈，难道你要我放任不管吗？我们俩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吵起来，我的泪水决堤而下。陈坤鹏脸色冷漠的没有一丝波动，摔门而出，留下我一个人。我只能把满腔委屈都咽进肚子里。那天过后，我们就很少说话，夫妻间的距离越来越远。娘的，吵死了！留那么长的头发干什么呀你？吹个头发都要吹半天，不吹会死啊！婆婆房里传来吼叫，我连忙拔掉吹风机的电源，骂声才渐渐停止。陈坤鹏发消息说晚上回来吃饭，我高兴地做了一大桌子菜，坐在饭桌前翘首以盼，等着他回来。等了好一会，不见他人影，我摸了摸盘子，已经不太烫了，发去信息催促：到哪儿了？加班了吗？菜要凉了，快到了。催什么催？隔着屏幕我都能想象到他不耐烦的语气，不敢再问。门口传来开门声，我连忙起身迎过去。陈坤鹏脱了鞋子甩到一边，把西装外套递给我，小心着点，这西装是定制的，要手洗，洗完之后还要熨好。我接过外套，把他的鞋摆放整齐。先吃饭吧，一会菜凉了。陈坤鹏拉开椅子坐下，夹起一口菜放进嘴里嚼了嚼。妈吃了没？我呼吸一滞，光顾着等他，忘记喂饭这回事了。我忙忘了。我低下头，一阵心虚。陈坤鹏摔了筷子，怒道：你还能干点什么？当家庭主妇都不会，什么都做不好。我不在家，你就是这么对妈的是吧？她早饭吃得晚，晚点吃应该也不会太饿，不用太担心。我加了她爱吃的糖醋里脊到她碗里，
陈坤鹏不为所动，脸色冷得吓人。你忘了喂饭还有理了是吧？我盛了饭菜送进婆婆房里，婆婆冷嘲热讽道：“你还知道来呀？我看你是想饿死我。”我不作声，默默用勺子一口口喂他。他们两个饿着肚子，我又何尝不是没有吃饭呢？我的苦又有谁来体谅？婆婆有些露下巴，吃饭总是撒出去几粒，我拿手接住，婆婆反而倒打一耙。怪不得我儿子对你冷淡，真是蠢笨如猪。你这成天一副黄脸婆的模样，也不打扮，小心他在外面找女人，到时候有你哭的。婆婆嘲笑道，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。可我早已不年轻了，每天照顾他，导致自己都睡不好，显得人更加憔悴。再说我还要做家务，打扮起来哪里方便？等到喂完他的饭，我自己才开始吃起来。饭菜已经冰凉了，吃在嘴里什么味道都没有，但我懒得去热。陈坤鹏已经吃完，回到了房里，他忘了拿手机，有人给他打电话。我朝房间喊了几声，但没人回应，电话一直在响，挂断后又打来了。我以为是有什么急事就接了，下一瞬我却如坠冰窟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声：“陈坤鹏，晚上还是老地方见啊！”不等我回复，就挂断了电话，传来一阵忙音。我握着手机不知所措，这人是谁？什么老地方？无数的疑问在心里浮现，我如坐针毡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陈坤鹏出来，拿起手机看了眼，说道：“晚上有点事，我出去一趟。是因为他给你打的电话吧？”我轻声说。陈坤鹏顿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，脸色一变：“你他妈的看我手机了？谁让你动的？”我觉得浑身发冷。陈坤鹏，他约你去老地方，老地方是什么意思？你们是要去约会吧？是吧？陈坤鹏阴沉着脸：“你少他娘胡说八道，那是我一个同事，我们约好今天去办一个业务，别整天疑神疑鬼的，行不行？”我木讷的点点头：“那就好，那没事了，你去吧。”接着机械的又熨好了西装给他穿上：“待在家里照顾好吗？别整天像个神经病似的。”说完他就出去了，留下我待在原地。辞职已经很久了，没有孩子，整天围着婆婆和丈夫转的日子我已经习惯。我不知道该不该信他说的话，但我想相信。我突然发觉，其实我是离不开这个家的，这有点可怕，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邱真芳，你是死了吗？还不来给我洗澡？你是想怎么样啊你？婆婆在房里捶床，捶得咚咚作响。我迅速回道：“马上马上，妈，你等我几分钟。”说完，火速到厕所准备温水，端到婆婆房里。来了来了，妈，久等了吧？我笑得讨好。一进门，婆婆就没好脸色，弯着我道：“动作这么慢，不知道的还以为瘫痪的是你不是我呢。你怎么不等我死了再来？”妈，坤鹏刚走，我也是刚刚才忙完，而且我饭还没吃完呢。我越说声音越小，婆婆嗤之以鼻：“嚯，你没吃完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明明是你自己吃饭慢了，你也有脸拿这个当借口啊？”好了妈，都是我不对，你别气坏了自己的身子。我心想，婆婆毕竟是个病号，需要人多迁就，也就没有还嘴。她却不依不饶，讽刺道：“怪不得你妈当时死得早，指定是你照顾不好。有你这种蠢女儿，真是作孽。莫不是你太扫把星，把她克没了吧？”我妈前几年因为生病去世了，住了很久的院，也无力回天。上一秒还在跟我说话的人，下一秒就没了呼吸。我在病床前哭得像个泪人。这么多年，她的死一直是我心里的痛，可到了婆婆嘴里却是这样的颠倒黑白。我极力忍耐着怒气，
攥紧了双拳。婆婆看我受气的样子，说得更加起劲。我也别说她了，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，还不是任由儿子娶了你这么个蠢儿媳。我们俩半斤八两。不，你们俩不一样。我淡淡说道。婆婆疑惑道：哪里不一样？我冷笑，阴恻恻地吐出几个字：不一样的是，你还没死。婆婆怔愣了几秒。邱真芳，你什么意思？邱真芳，你敢诅咒老娘？你这个小贱蹄子，竟然敢诅咒老娘！婆婆反应过来，破口大骂：你这贱人，当初怎么不跟你妈一起去死，还能给我们家一个清静？当时你怎么没死？婆婆扫开床头柜上的水盆，洒了一地的水。你都还没死，我当然不舍得死了。我回怼道。她说我什么我都能不在意，但她拿我妈的死开玩笑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婆婆想冲过来教训我，但下半身又不受她控制，挣扎间从床上滚落下来，沾上了地上的水，狼狈不堪。她痛得龇牙咧嘴，嘴上骂个不停：邱真芳，你个扫把星，害死了你妈，还要害死我是吧？痛死老娘了！哎呦！我深吸一口气，拿来拖把拖着地上的水。邱真芳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刚才不是还牙尖嘴利的，现在成哑巴了？婆婆抓着拖把，我被迫停下来道：妈，你要是再这么抓拖把着不放，就要湿着在地上躺一晚上了。你确定不松手？你敢？邱真芳，你敢这么对我试试？婆婆不见棺材不掉泪。你可以试试，反正我是无所谓。我做事要放开拖把。婆婆立马急了。邱真芳，看她明明害怕又气恼的样子，感觉十分好笑。我转身出了门。邱真芳，你敢不管我？邱真芳，你给我回来！我不做理会，拿着换洗衣服，慢悠悠回了房。婆婆像砧板上要被剁掉尾巴的鱼一样，在地上乱动。妈，不要乱动！我刚是去给你拿换洗衣服了。我走过去，把她抱到床上，故意重重地放下。婆婆磕到了头，惊呼出声：蠢货，当心点，磕到老娘了！对不起妈，我没注意。我拖着她身上的湿衣服，她不肯配合，躺在床上一动不动。妈，你要是再这么不配合，那就穿着这身衣服过夜。我说到做到。婆婆这才抬起手臂，我顺利给她脱下湿衣服，重新打了一盆水给她擦拭身体。想到刚才婆婆在我伤口上撒盐的言行，我手上的力道加重了几分。轻点，你这该死的贱人是故意的是吧？婆婆揪住我的头发，血盆大口对着我的脸不断喷出口水。我嫌恶地闭了闭眼，抹了一把脸上的口水道：对不起妈，我知道了，我会轻点的。婆婆又撕扯了几下我的头发，解气完才松开。你这贱人，就不怕我让我儿子跟你离婚吗？我收拾完地上的水渍，给婆婆掖好被角，抱着脏衣服冷冷道：要是气走了我，你上哪儿找一个还能这么伺候你的人呢？你觉得有一个瘫痪的婆婆，陈坤鹏再婚会很容易吗？婆婆眼神微动，哑口无言，将脏衣服放进洗衣机洗完晾好。我回到餐桌收拾碗筷，等到做完那些事后，我才终于短暂的拥有自己的时间。洗完澡，疲惫地躺在床上时，已是深夜，而陈坤鹏估计今晚是不会回来了。这么多年，家里的大事小事全都是我在操心，往日并不觉得有什么，但今天我真的有些不堪重负了。难道这样的日子真的是我想要的吗？胡思乱想中，慢慢进入梦乡。我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，梦里我不幸身患重病，头发掉光了，坐在病床上失声痛哭。梦中的世界是满眼的白色，白色的墙壁，白色的天花板，还有白色的床单被罩。我一个人无助彷徨地坐在病床上，
感觉就要被这些白色吞噬。而这时陈鲲鹏走了过来，我的世界才终于有了一抹不一样的色彩。爸妈早已先我一步离开人世，这世界上我唯一能依靠的人也只有他了。我激动地抓住他的手，老公，你来了，你看到我这个样子会不会嫌弃我呀？陈鲲鹏深深看着我，说出来的话却是那么冰冷。真芳，医生说你的病很重，就算花再多的钱也是治不好的，要不我们放弃治疗吧？我的心脏仿佛被人狠狠捏住，眼泪瞬间落下。你骗我！医生明明说只要坚持就还有希望的。陈鲲鹏甩开我的手，不再假装。是，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那我也就不瞒你了。我跟妈商量过了，都觉得在你身上花大价钱没必要，毕竟你也无法为我生儿育女，治好了也没什么用。我还不如重新找一个年轻貌美的呢。妈瘫痪后一直都是我在照顾，现在我生病了，你们就不管不顾。还有，当初明明是你说压力大不要孩子，我才丁克的，你们怎么能这么无情？我扯开手上的针管，冲向陈鲲鹏，窗口不断冒着鲜血。滚开！陈鲲鹏一把将我推倒在地。妈想要个孙子，我也想要个儿子，这有什么不可以？刚好你马上就要死了，岂不是天助我也？说完就转身离去，没有丝毫留恋。闹钟响了，我一身冷汗惊醒，梦里发生的事历历在目，我不禁有些后怕。如果我真的像梦里一样生病了，丈夫和婆婆会怎么做？但来不及细想，我还得去给婆婆做早餐。昨天忙得太晚，忘了买今天的菜，冰箱里的食材不太多。我煮了个小米粥，炒了个小菜，端去婆婆房里，舀了一勺小米粥，放在嘴边吹了半响，等到不烫才喂给婆婆。婆婆看了一眼，偏过头：“你这做的是给猪吃的吗？就一碗破粥和小菜，没有一点荤腥，拿去喂猪，猪都不一定吃吧？”说完就紧闭着嘴，一口都不愿意吃。我举得手都酸了，他也没张开嘴。我只好耐心解释道：“家里没什么菜，你先将就吃几口，中午我再做你喜欢吃的。我不吃，你不会现在出去买菜吗？还要我将就？我非不想将就了还。”婆婆毫不退让：“好吧，那可能你要多等一会儿了。买菜再重新做需要很多时间。”婆婆化身桌面清理大师，将菜盘子和碗全都扫到了地上，满屋狼藉。看着早起熬的粥被这么糟蹋，我没好气道：“妈，你干什么？我不是说了我一会给你重新做吗？你为什么这么糟蹋东西？就算你不喜欢吃，也没必要打翻吧？等一会，等一会，天天让我等一会。我肚子饿了，等不了。”婆婆嘶吼着：“那你吃几口小米粥垫垫肚子啊？买菜重新做就是需要时间的呀。”我将碎瓷片捡到垃圾桶，用抹布擦着地上的污垢。怎么买菜做饭是你的事，我不想听。我现在就要吃我想吃的。我叹了口气：“妈，现做真的来不及了。那我给你点一个近一点的外卖吧。你想吃什么？”我不吃外卖，什么不健康的垃圾货也能入我的嘴。我看你就是懒得做，想搪塞我吧。我被磨得没办法，去菜场买了菜，又马不停蹄赶回家做饭。还在切菜时，婆婆就等不及了：“死女人，动作能不能快一点？慢得像乌龟一样，想饿死我呀！”她一打岔，我不小心切到了手，血不受控制往外流。我看着伤口若有所思，门口传来开门声，我张望了一下，是陈鲲鹏回来了，身后还跟着个年轻女人。我放下菜刀走到门口，看见陈鲲鹏拿出一双新拖鞋，蹲下给那女人换上。他什么时候这么贴心了？陈鲲鹏，这人是谁呀？他叫文春思，是我同事。
她老公出远门了，拜托我照顾她一段时间。正好公司有个大项目需要我们一起完成，所以我干脆把她带回来了。文春思笑得甜美，嫂子好，要打扰你们一段时间了，还挺不好意思的。她的声音跟上次那通电话里的声音一样，我感觉有点不对，但还是点了点头，不打扰，不打扰，都是为了工作。你们吃过早饭没？我正好在做，要不一起吃一口？我在围裙上擦了擦手，想跟他握个手。文春思越过我，自来熟地坐下。没吃呢，看来我们来得正巧了，刚好能尝尝嫂子的手艺。我讪讪地放下手，2人份的早餐变成了4人份的，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。做完饭后，我第一时间端去婆婆房里，她雷霆大怒，又想揪我的头发。做个早饭做了这么久，你是干什么吃的？我一把抓住她的手，你儿子带回来了一个同事，他们就在外面吃早饭。你要是想出丑，尽管再大点声，知道了？给老娘放开！我松开她的手，拿起碗喂她。她被烫到，狠狠瞪我一眼，自己吹了吹才下嘴。喂完饭后，外面的2人也已经吃完了，桌上凌乱的碗筷没人收拾，仿佛家务活天生就是我一个人的。陈鲲鹏，我做饭有点累了，你去把碗洗一下吧。陈鲲鹏冷着脸道：累了就歇一会再洗，我还有工作呢，这种小事也要来烦我。嫂子，公司在催进度了，你就理解一下我们吧。洗碗这种事能有多累？文春思在旁边附和，我只好自己把碗洗了。他们2人一起进了房间，但奇怪的是，房间里并没有传来键盘敲击声。我正感到纳闷呢，文春思出来了。嫂子，来了半天还没看望阿姨呢，她在哪个房间啊？你带我过去吧。跟我来吧。我把她领到婆婆房间，她坐到婆婆床边，十分关切的样子。阿姨您好，您身体好些了吗？现在才来看您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平时太忙了，一直抽不出空。婆婆看着她笑得脸上皱巴巴的，亲昵地握住她的手。你就是我儿子那个同事吧？真是能干，长得还水灵。别为我这个老家伙担心，我没什么事。这和蔼的模样跟面对我的时候真是判若两人。我打了个寒战，我识趣地退了出去，不知道他们在里面聊什么。过了很久，文春思才出来。我注意到文春思手腕上戴着个大金镯子，我认出来那是婆婆压箱底的传家宝，但当时婆婆说等以后再给我，现在竟然出现在了文春思手上。我想起昨晚梦里陈鲲鹏对我说的话，我还不如找一个年轻貌美的呢，心中一惊。我攥住文春思的手指问道，这镯子怎么会在你手上？哦，你说这个呀？阿姨说跟我投缘就送给我了，怎么了吗？文春思一脸无辜，察觉到自己有些失态，我松开了手。文春思打开冰箱扫视了一圈，说道，中午我想吃宫保鸡丁，还有红烧排骨，这些菜家里没有，你点一个家里能直接做的菜吧。我皱了皱眉。陈鲲鹏不乐意了，吼道，她是孕妇，想吃哪个就是哪个，你迁就一下很难吗？我还要去公司一趟，你重新再去买菜不就行了？之前没注意到，她肚子确实有些大。对了，那晚上她睡哪儿？陈鲲鹏满脸不耐烦，晚上我们要加班工作，你去睡外面的沙发。说完也不等我，自顾自出门了。那就辛苦你了哦，嫂子。文春思眼里闪过一丝得意。晚上我睡在沙发上，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陈鲲鹏以为我睡着了，在房里跟文春思说着话。一开始是窸窸窣窣的，我听不清，后面声音突然大了起来。陈鲲鹏，之前你也没说你妈是个瘫痪呢，现在我怀了你的孩子，你才带我回来，
你真是打得好算盘。春思，你听我说，我妈还有她照顾呢，你完全不用插手的。你的意思是我要一辈子当一个无名无分的人吗？现在这样有什么不好？又不用你操心太多，你先安心把孩子生下来，他充其量也就是我们的保姆，有人伺候你坐月子还不好。他呀，看他那黄脸婆样，估计也就这一个优点了。原来他们早就苟且在一起了，在我照顾婆婆的时候，他们两个怕是不知道在哪里甜甜蜜蜜约会呢。当初骗我丁克，剥夺了我做母亲的权利，现在却跑去跟别的女人生孩子。他的样子逐渐跟梦里的无情重合，恨意在心里蔓延。我睁着眼一夜未睡。陈坤鹏一大早就出门了，我准备出门买菜时，突然发现忘了带钥匙，又返回家里，听到房里传来声音，是文春思在跟人打电话。我悄悄走过去，耳朵贴在门上偷听。我怀的是你的孩子，前几天亲子鉴定已经出来了。什么陈坤鹏？只不过是我为了气你才跟他在一起的。说起来还不都是因为你。文春思娇嗔道，原来他肚子里不是陈坤鹏的孩子，那就好办了。我特意在菜场挑了几个大芋头，蒸好后送去婆婆房里。婆婆肆无忌惮道，我马上要有孙子了，你这扫把星终于要滚了，真是天佑我们陈家呀。我包着芋头道，看来上次他都跟你说了，怪不得你把你的宝贝金镯子都给他了。那是当然，思思才是我认可的儿媳妇，她年轻又漂亮，哪儿像你年老色衰的，这么多年连孩子都生不出一个，没用的东西。我把芋头塞进他嘴里，那是因为你儿子当初自己不想要孩子，你不要高兴得太早，他肚子里的孩子可不是你儿子的，你一定没有想到吧？你胡说！婆婆急着说话，嘴里的芋头都没来得及嚼，我又塞了个芋头到他嘴里，他当场噎死了。我叫来的救护车确认他没了呼吸。陈坤鹏回来时，婆婆早已成了一具尸体，她把一切都怪在我头上，伸手就准备打我。我一脚踹向她的命根子。陈坤鹏，你们母子真是丧尽天良，一个被我每天悉心照顾却不领情，只会朝我发脾气；一个孝心外包，在我照顾他时跑去跟外面的小野花约会，还怀了孕。你们两个真是一家人啊！你知道了又怎么样？文春思抱着手臂，丝毫不觉得羞耻。陈坤鹏，再好心告诉你一件事吧，他肚子里可不是你的孩子，你当了冤大头还乐滋滋的，真是可笑。文春思慌了，你胡说八道！我攥住他的手，薅下他手腕的金镯子摔在地上。我胡说八道？你敢对着他的尸体发誓吗？我婆婆可是在看着呢，你敢说一句假话试试？我搞错了，都是我搞错了，这不是他的孩子。我先走了。文春思彻底乱了方寸，跌跌撞撞往外跑去。陈坤鹏听了勃然大怒，一把推倒文春思。文春思肚子撞到桌角，流了好多血。陈坤鹏，我们离婚吧，我淡淡道，转身往外走去。几十年的婚姻还是走到了尽头。真芳，你原谅我，我保证再也不会有下次了。老婆，你别走。老婆，我狠狠给了他一巴掌，结束了荒谬的一切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